大家好，小胖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故事叫做刘勰佛殿戒毒。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部文艺理论传世名著，它的出现对中国文化以及世世代代的艺术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。可是这本书是怎么诞生的呢？它的作者又是谁呢？让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吧。嘿，来呀！爸爸，我累了，你背背我吧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这个孩子，来，过来。来，爸爸走快点。哎呦，快点，快点。爸爸真棒。他就叫刘勰，本来也是个幸福的孩子，而且刘勰很聪明，7、8岁便能读诵诗赋，自学经书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父母却不幸相继去世，他一下子就变成了孤儿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怎么这么快天就黑了？砍完柴就傍晚了。我又买不起灯油，每天能读书的时间太少了。我有办法了。佛祖爷爷，我叫刘勰，因为家里没钱买油点灯，所以跑到你这里来借你的光，你可千万不要怪罪我呀。哎呀，你没听错吧？哎呀，我真的听见大殿里有声音，不信咱们看看。奇怪，怎么会什么也没有？本来就什么也没有嘛，走吧。可我明明听见有声音嘛。有地方读书了。我说最近佛殿里闹鬼，师傅不信，还训了我一顿。这回可抓住你了，跟我去见师傅吧！啊！这就是你抓的鬼？分明是个爱读书的小孩儿。请师傅恕学生擅闯佛殿之罪。你爱读书是好事，哪里有什么罪呀？何况小小年纪就懂得屈子离骚，难得呀。
你若有小施主一半用功，师父我就满意了。小施主啊，你若愿意，贫僧愿收你为俗家弟子。以后啊，你就吃住寺中，安心的读书吧。真的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慧能，快扶你师弟起来吧。谢谢师兄。我寺藏经阁有许多佛经史书，可任你选读。闲暇时，我也可以为你讲授佛经。那儿的书可多了。正所谓离王心破四相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吃饭了。我说刘协，光读书也就罢了，你还写起书来了？啊，我在写读书的心得。读了那么多儒学和经书，我体会到作文用笔全在一个心字啊。不懂。没关系，师兄，回头你看了我写的书之后，就会全明白了。刘协啊，你在寺中10年寒窗苦读，写出了这本读书心得，现在为师已无力教你了，你下山去找尚书令沈约先生吧。多谢师父，告辞了。去吧。经过了许多挫折，刘协终于见到了当时的大学问家沈约。沈约称赞这本书为文用之心，精细如雕龙，亲自为它取名为文心雕龙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美的本质，堪称艺苑瑰宝。它的影响持续了世世代代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我们下集再见。